之前在拍《海贼王》宴会配件包的时候就跟大家聊过，咱们拍魔玩很多时候还是挺想要一个场景的。之前聊打光的那期也讲过，虽然黑背景是万能的，但如果想要更精进的话，那把主体放到场景里拍就是方向之一。当然因为市面上也几乎买不到什么场景啊，很多时候你甚至得自己去搭，所以也有走斜修的玩起了平射，不过技术门槛就要求更高了。前段时间呢，一个新的创业小团队购物社找到了我，说他们准备在已经是红海的魔玩圈里另辟蹊径，做6寸小人专用的场景。我一听这个想法很不错啊，请务必寄我一套来体验一下。那这2天也是终于收到了工厂的样品，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东西呢分为 A 款和 B 款，同时每个款式又有所谓的战损配件包，也就是前面的这2个盒子了。咱们一起来开箱看一看。先来看到 A 款，内包里的零件都套了层塑料膜来保护，也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明书。另外每个配件的下方都有标号，以便能快速的找到零件，编号也都有 A、B 对应，并且每个配件都给了塑料袋做保护，也是考虑到了材质的磨损而特意去增加了包装。从这一点来说呢，厂家做的也是非常的用心的。OK， 那么东西都拿出来了，这里就先来组装一下。首先就是给地台的4个角插上木桩。日式的和屋大多是干栏式建筑，都是在地上叠一层，大货的这个地柱会改打印的方式，保留前后2面的木纹，增强强度。接着把地板给翻过来，然后在对应的孔洞上插上2根支撑柱，相当于是建筑物里的承重柱。插的时候有个注意点啊，柱子的2头是不一样的，一面是像这样平的，另一面是像这样有点弧度倾斜的。这一面向上用来对接倾斜的屋顶，平的那面朝下对接地板。接着拿出这个门的部件，按这个毛榫结构插上，像这个样子装好。接着就是这个侧面的栅栏，可以看到底部预埋了磁铁，地板的侧面也有磁铁，可以吸附上去安装。不过选用的这个磁铁的磁力倒不是很强。之后再把屋顶装上就 OK 了。可以看到这个屋顶的材质呢，用的是那种非常致密的 3D 打印件，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最后的最后，套件里还给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这种日式的灯，里面还给了一个已经装好电池的 LED， 应该采购的都是通用款，这种磁吸的开关，3个模式的款式，可以用套件侧面自带的磁铁来点亮。这个灯是没有固定位点的，随便放在地板上的任意位置就可以了。好的，那么全部装起来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整体可以看到啊，主要是 3D 打印件，精度还是很不错的，纹理细节表现以 3D 打印件来说也是相当不错了。据说这是购物社和工厂共同努力的结果，唯一的问题就是 3D 打印件的连接端精度不高，所以整体的组合度就比较一般了，尤其是柱子装起来有点费力，这一点未来也得慢慢的改进。厂家也反馈 3D 打印是做不到完全没有毛边拉丝的，目前也是尽力而为的处理了，但还是会有一点，这也没有办法，毕竟是技术的特质，就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了。OK， 那么 A 款看完，咱们再来一起看一看 B 款。整体的组装和 A 款大差不差，只不过一个是左边一半，另外一个是右边一半，配件也几乎都是一样的。这里就简单的展示一下 A、B 款的唯一差别就是侧面的这一块隔板，这就是长廊另一半的端头了，做了一个带格栅的小窗，也是通过底部的毛榫结构插上去的。最后再把屋顶给盖上，然后放上廊灯 ，B 款也就 OK 了。好的，那么 B 款搭完也就是这个样子了，也就是走廊的右半侧，和左边的区别不大，只是一边是围栏，一边是墙，细节做工啥的都跟 A 款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个人是会更喜欢 B 款一点，看起来更完整。当然说到完整啊 ，A、B 款一起卖，拼起来才叫做完整。那在屋顶上和走廊上都有磁铁，对准了直接吸到一起就 OK 了。这里倒是没有做插装来限位，可以说也正是符合了购物社想要的模块化的理念。比如说你可以多买几个 A 款不装护栏，然后就可以全部对接在一起，变成更长的走廊。这种玩法只能等大家自己来探索了，这里就只能展示一下 A、B 款的组合。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磁铁的磁力不强，所以很难合上，希望之后还是能选用一些强磁铁来做。OK， 那么2端合起来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日式传统的移护件走廊，非常的有内味。另外像房门的滑动开关这些小细节都是有做出来的。像这样的场景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乱码，在天道家的各种日常，可惜手头只有男女乱码的玩具，很难还原一个比较大的场景。那像这样的完整的日式长廊，就非常适合摆一些角色坐在走廊上进行互动的场景。拍摄的时候把焦距拉大，去拍一个局部的话，整个感觉是非常的好，看起来真的是身临其境啊，整个画面也感觉是相当的舒服。另外除了廊下，房顶也是可以作为场景来使用的。动漫中也有很多角色坐在屋顶的场景，也是能很舒服的还原出来的。不过比较的可惜啊，手头能契合这个主题的玩具并不多，这里只是精选了一些来给大家做展示。能拍的创意其实还有很多，甚至可以直接当做背景墙来使用，也是很不错的。那除了这些常规的造型以外， A、B 款还给了所谓的战损场景。A 款的替换件有3个，断掉的柱子可以任选1根来替换。接着是这个被破坏了一部分的围栏，以及一滩被破坏后堆在地上的木板，随便放在哪里都可以。
那战损的这个创意我认为是很优秀的，通过简单的模块替换就能实现，效果也是很不错。据说一开始的设计是更加夸张的，屋顶地板啥的全破，但成本没有压下来，最后还是尽可能的保留玩法去呈现了。不过如果你动手能力强的话，其实是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改造的，比如说加一点日轮刀的火烧痕迹之类的。B 款的战损则是需要把侧面的墙给拿下来，替换上这个破了大洞的围墙，同时还有一堆落下来的破木板。虽然只有2个替换键啊，但战损的感觉 B 款也是拿捏的很到位的，主要是这个破了的洞，这个就很战损了。拍摄的时候这个洞就可以拿来做很多的文章，就比如说像这样让4代破墙而出，打一发螺旋丸，这也能算作是特效键的一部分了。当然了，如果你2个战损键都买的话，就能像这样拼成战损的连狼，这个时候能摆的场景也就更多了。看到这个画面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角色那必须是善逸了。整个场景非常的有第一次发霹雳一闪的感觉，再配合上黄色的打光，整体就非常的搭。当然了，其他的一些场景创意也是有的，尤其是这个破损的洞能很好的被利用起来。本来吧，我以为自己拍的也不算差了，尽量拍一些场景出来有互动感，但对接的小伙伴给我看了他们摄影师拍的官图，妈呀，这个光影配比，这个氛围感，不得不说真的是绝了。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场景是做了很多的心思的，比如这里的木窗格栅的透光光影就非常的日式，再比如这个门板选用的是磨砂透光的材质，所以从背后加灯的话就能拍出这样的效果了。只可惜我这个拍摄台实在是太小了，没能玩出这些花样，摄影大佬们可以自己搞回去研究研究。好的，那么所有的配件全部看完，来到万众瞩目的价格环节。首先是 A、B 单个不包含战损件的价格是159，A 包战损件是39，B 包的战损件是49，A、B 一套连上战损件的大全套价格是359，前100套买的话会优惠到299一套。7月10号8点开售。第一次在我的视频里面报菜名啊，感觉还挺不适应的。我知道啊，看到这里肯定会有很多兄弟要说太贵了，平常我顶多说一句见仁见智，不过我今天想多废话2句，不仅是给粉丝，也是给这个小创业团队说的。收到货的时候，对接的小伙伴给我发了他们团队的介绍，说了一下团队成员的大学获得的奖项、产品理念，甚至还有品牌愿景。这里没有放出来啊，因为我觉得写的还挺中二、挺羞耻的。但是那种从中透露出来的年轻创业者的天真浪漫和那股子倔劲和理想主义，一下子把我拖回了刚毕业的那会儿。当年也曾想过啊，大厂奋斗3年，积累启动资金和技术，出来创业。如今已过而立之年啊，却早已没有了锋芒，尽是唏嘘啊。他们在产品里面里也有提到，首款产品的日式长廊使用的是工厂定制的材料，通过 3D 打印来生产，通过压低成本来将更多的资源用到原创的设计中。这个理念我很赞同，但从玩家的角度来说，精度和细节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魔玩场景这个赛道做的人确实很少，但同时也意味着冷门。对于很多玩家来说，买人物会更重要，只有少数买了很多人物的玩家会想搞场景。那对于像我这样一类的玩家来说，品质就是很关键的，价格才是其次的。如果定价 cover 不住成本，产品不能规模化的量产去卖，单价达不到60%到70%的毛利率，很容易就坚持不下去了。很简单的一笔账啊，就按299卖100套来算，全卖完也才3万块。这对于一个团队的开销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反而把单价提高，产量减少，去库存，多的钱用来堆品质。我本来以为这才是活路，我也给他们提了我的想法，但他们的回复是单价拉高减库存这条路一开始就被团队否了，就是因为市面上的6寸场景、娃屋、树脂线、精细涂装的都很贵，便宜的又过于粗糙，所以才有了这个团队。本来战损啊、木纹效果之类的，很多 3D 打印厂都不愿意接。开模的话很难做木纹肌理，同时成本又太高，于是花了半年的时间死磕，定制出了材料和对应的机器。而当前的价格也是成本压制极限的结果，为的就是能搞出平价但是精细度不错的产品。当然，团队的大家也都知道，这样就肯定是不赚钱的了。说实话，这种不妥协的感觉还真是挺打动我的。原本还想跟他们在商言商的讲一讲，海外市场可能环境更好啊，可能一些玩家不买账之类的，我全部都咽回去了。很佩服现在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坚持初心，或许慢慢的技术成熟了，经验丰富了，供应链熟悉了，价格、组合度、精度啥的也就都不是问题了。当然，我也给他们提了其他的建议，比如说做奥特曼用的微缩场景，高达用的宇宙场景，一定会很火。配合上这次也看到的磁铁之类的连接方式，就用这种模块化的理念去做，先搞一套基础的布景，然后一点一点的出一些楼啊、月面环形山啊，模块化的可以组合进去。他们嘿嘿一笑的说，可以预告一下在开发中，那我真是相当期待了。本期也算是有感而发，平常我一定是不会站在厂家的角度说话的，虽然我也经常能接到合作，但一般会干涉我创作的厂家，我现在基本都不接了。可能大家以为接评测有钱赚，不好意思，咱也没有那个咖位啊，一般就只给评测件而已，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只接我感兴趣的拍，毕竟把拍一期视频消耗的精力拿去加班，那真的多得多得多得多。这次的场景也是真的让我很感兴趣，希望购物社能继续的出，让我的6寸小人都有场地可以拍，也希望感兴趣的兄弟能多多的支持。好的，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啦，大家下期再见喽。